家中最细思极恐的一集，还记得这个让人掉散的克苏鲁味儿十足的怪兽吗？故事的开始就是开幕雷击哦 ，TBC 生物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们突然集体突发恶疾，开局就开启了 ICU 大乱斗啊！而作为调查员的多莱绝景在实验室勘察一番后推测，大概率是氧气中毒，并且带回来一个神奇的玩意儿。哇哦，你醒了！这个视角也是很独特，怪兽竟是我自己。总之，在这个南极发现的类似于生命体的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好奇，绝景则负责对这个白色大海胆进行研究。可就在绝景对这个玩意进行分析之时，另一边一滩粉红色的粘稠液体就慢慢顺着榴莲外壳流了出来，并且逐渐凝固成型，变成了粉红色的脑花还是鼻涕。绝景也终于看到了这个玩意儿，但还没来得及反应，这滩东西就顺着接口啪叽一下滑进了电脑里面。妈呀，这电脑也不干净了。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滩玩意儿居然借由电脑和绝景对话，告诉绝景救救自己。绝景也是直接犹如发现了新大陆啊，飞奔到基地会议室开始进行一通赛博坦操作，正式开启了和这个奇妙生物的第一次沟通。卡哇伊。据他所说，自己是来自比佐姆行星被制造出来的生物，用于净化被污染的大气，这与绝景的调查一致，吃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也是那些可怜倒霉催的研究员氧气中毒的原因。至于为什么会来地球，是因为比佐姆行星灭亡了，那具体原因嘛，我母鸡呀。总之这一坨一直强调自己没有敌意，此时大家也都觉得这东西还挺有益，绝景也是越说越兴奋啊，什么改造外星大气环境等。总之作为顶尖科学家的绝景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恩师所说的学会共存与沟通的美好理想，这一点也是绝景的魅力所在。然而作为胜利队的理性代表，队长则告诉这坨史莱姆，具体的安排会在谈论后决定。绝景负责继续研究，听闻此言，绝景也撅起了小嘴嘴，转到实验室，比佐莫生命体问绝景自己会被怎么安排，会不会被杀掉。绝景让他放10000个心，自己一定会帮他的。然而绝景不知道的是，这个不确定性的回答直接导致接下来即将上演的绝景的不妙冒险。镜头一转，星辰直接恶龙咆哮，哇哦！大伙轮流负责监视实验室，这里俩人玩的电子宠物其实就是上世纪末戴哥带头弄出来的拓麻鸽子。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小时候看的数码宝贝也是类似的东西。琳娜打开门查看情况，绝景睡得老香了。然而随着镜头的移动，前方下饭来袭。我吃不下去了。注意这里有个删减，原版是绝景说梦话被这小玩意儿听到，有个类似于抬头的特写，然后确认是梦话之后，还有个重新趴在地上的镜头。然而现在的版本这两个近景模型的特写都没了，只能说也是比较意义不明的删除。可惜了这么生动而又下饭的模型啊！此外，记住绝景这个胀死我了的梦话，后面要考。镜头再转，野瑞化身电竞小王子开始摸鱼，然而一个雪花，绝景的脸突然闪现出来，但这个绝景的表情和说话方式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只能说当年演员的演技真的很符合国人的胃口，而不是那种比较极度张口闭眼的夸张表现吧。而绝景让野瑞把自己的电脑接到主电脑，说是把分析资料传到大数据库，还非常反常的问基地的动力源，给野瑞和大古问的有点蒙圈。大古可爱捏。绝景，你怎么搞的？关于这个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结果刚一接上，主机系统机能停止。野瑞震惊，主机直接停掉，整个基地全部跳闸，防御系统全部自动启动。简单来讲就是《生化危机之红皇后》的再现。注意前方高能。随着丽娜被袭击，队长果断要开启备用能源，然而冒牌货绝景直接摊牌了。这个基地的主电脑已经被我占领。什么？绝景，你是怎么了？伴随着吸收基地的能源，假绝景直接感觉卡咧卡咧的。好像活过来了。演技爆棚，并且威胁如果切断主电源电脑，他就直接干掉真的绝景。而被束缚的绝景非常不甘，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假绝景也直说了自己没有慈悲心什么的，只知道繁殖再繁殖，只能说程序代码是这么写的，创造者估计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个事儿。而假绝景不断吸收基地的主能源，变得不断壮大。此时野瑞提到，多拉绝景曾经开发出了一套紧急状态下直接切换到副电脑的微安系统，虽然可以不被发现，然而这玩意的启动需要密码，为了保证秘密性，只有绝景一个人知道。队长也开始
是安抚绑匪情绪啊，给了他共存的保证。然而假绝景摊牌到底，直言不需要共存，直接给大古惹怒了，给脸不要是吧？上一个跟我这么说的已经被埋葬到地底了，你可想好了？组织这玩意想要在地球上无限制繁殖到每一个角落。说得好，奖励你家产结合大海螺一只。绝景此时也明白过来了，比多么行星的毁灭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无节制的繁殖导致的，并且直接如果创造各种能源的高级生物灭绝的话，他们也得完蛋。这一下给假绝景问懵了，打面记忆体无法回答，简直就是一个有重大逻辑 bug 但是依旧能运行的程序。而错误程序导向的结果啊，想必不用我多说啊，相关专业的兄弟应该已经汗流浃背了吧。于是绝景终于明白了，这玩意就是一个空有知识但是没有新的生命体罢了。盲副二人组直接想要手动操作，拔不开就用枪，然而枪也一样打不开，只能说壁垒总是在内部被攻破，更别提防入侵0胜率的 TVC 基地。而就在粉色史莱姆属于渡劫化形的时候，绝景利用 PDI 给野瑞传递消息，原来是摩斯密码哦，这就是技术宅的默契。具体内容则是胀死我了，对，胀死我了，很有绝景的风范。反应过来的假绝景毁掉了 PDI， 质问绝景发的什么玩意儿。绝景说嘿，巧了，我的记忆体也无法回答。正此时副电脑启动，所有系统恢复，史莱姆也化形成功，变成了类似于怪形的具象化生命体。好在哥几个卡点赶到，几枪给这玩意儿突突了，又变成了一开始的粉红色液体。昏迷的丽娜也醒了过来，接到这个奇怪大古的消息，让他驾驶2号小燕子。结果一个转场，大古压根就没打视频啊，并且捡到了丽娜的数码暴龙机。登机的丽娜一想，不对，这要去哪儿啊？前方再次高能。伴随着丽娜的惨叫，这段日出绝了，简直像缓缓睁开的恶魔之眼。2号小燕子的情况也被传到了基地，绝景分析这玩意在吸取丽娜的知识，以求得进一步的进化。于是大古驾驶着1号小燕子直接追了出去。至于目的地嘛，依然是锁定了各种怪兽的兵家必争之地——高纯度能源发电厂，也细节呼应了之前假绝景问基地能源的来头。史莱姆直接驾驶2号小燕子来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激烈空战。然后嘛，直接拜拜了您嘞，抛下丽娜就溜溜球了。大古见状，飞身变身迪迦。附在高纯度能源上的生命体终于完成了下一阶段的进化。怪兽比佐莫恶心登场，迪迦也是上来就3把火呀，一鼓作气占据上风，一个象元龙快乐摔给比佐莫换了个战场。然而比佐莫经过了一通进化以及知识获取之后，显然有了相当的智慧。好啊，武力比不过你，那咱们就比比智力。于是乎便盯上了被迪迦救下来的2号小燕子，里面还有着昏迷的丽娜。迪迦见状直接急了，怪兽一个叠层风暴，比佐莫限定，迪迦仓促之下只能肉身硬扛。随后一个简化再配利亚光线，没想到比佐莫的电磁波屏障相当给力呀，直接挡了下来啊！那既然魔法不起作用，直接乌鲁图拉 kick。OK， 好像没啥用。它主要是保护2号小燕子的同时，很难展开拳脚啊。和比佐莫磨得越慢，基本只能吃瘪。而比佐莫持续的电疗也给迪迦的计时器开始整红了。所幸队员们很有眼力劲儿，及时给丽娜从飞机里救了出来。迪迦见状，好嘞 ，CD 一转好 ，Game over。一气呵成断掉比佐莫的头脚之后，怪兽仅存的手段也被迪迦弹射光波反弹，并且随着最后一击迪拉修姆光流，比佐莫模型再次被炸掉。故事的最后，作为一名有思考的顶级科学家，绝景甚至对比佐莫还抱有一些惋惜的心情。听我说，他是被先进科学制造出来的不被承认的生命体，他的目的是单纯的活下去。可怜的是，他从一出生就没有心，就这样进化过来了。如果那个家伙真的有心的话，
说不定能和我们共存。是啊，接下来又是掉散时间，细思极恐。不过这都是假的，真的大古挥一挥小手，在众人的欢迎下，再次回归了队伍。回顾第31集，胜利基地被袭击，可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集。不仅是对克苏鲁味的小说《疯狂山脉》的部分致敬毕竟那也是个人造生命事主的故事，更是可以看成绝景的半个个人回。可以说绝景的前3个个人回都能看出他对科学的认知总体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比较积极。这也来源于他的恩师对于美好空想的追逐。对未知的东西，绝景的第一反应绝非一味的敌意，甚至是消灭，反而是积极的面对与尝试沟通。就像这一集，一边是绝景对于共存创造更好未来的展望，另一边是各种掉散的黑暗场面，以及比佐莫没有心的残酷事实。其实这个心指的更多的是同理心，以及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识。可惜的是，当答案揭晓的时候，绝景也接受了这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真相，而他也非常快速的转换了身份，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且抗争到底。这也是绝景的魅力，不会沉浸在自己美好的想法之中，而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尝试。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某种意义来讲，丽娜和绝景这方面很像。丽娜也总是在事情变得最糟糕之前，尝试阻止斗争的开始，但当灾难真正来临之时，他们都会果断出击。至于星辰对于怪兽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呢？没错，就在下集。点赞关注，下集的话将是迪迦奥特曼乃至整个奥系列最顶尖的神回之一，那只金色的玄凤来了。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